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，我叫小峰。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吃过很多苦，好在后来姐姐在煤城开了公司，越做越大。我从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，转身变成了公司的高管。我和老公田杰是在公司认识的，第一次见面我就看上了他。他180的身高加上俊美的外表，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利用关系，让高中毕业的他快速进入了公司。我不顾家里人的强烈反对，没有办婚礼，直接领证结婚。婚后生了一个女儿，现在已经4岁，叫妞妞。田杰家里重男轻女思想严重，为了生男娃，田杰妈妈一共生了6个孩子，田杰是老六。在得知我生了女儿后，公婆2个人月子期间不仅没有来看过我，还在私下一直逼着田杰跟我离婚，说我生不出儿子，还不愿意生2胎，说我想让他们田家绝后，各种难听的话都说过。不是因为我爱田杰，我早就离婚了，因为这些矛盾，我和田杰父母不相往来。而田杰并没有因为我和他父母的矛盾对我有意见，反而对更好了。姐姐的公司在汉城开了分公司，汉城和煤城开车约2小时的路程。田杰申请到汉城负责新市场的开拓，原先每天都会回家住，后来渐渐的1周回来4天。看着他疲惫的样子，我好心疼。一天，妞妞的生日，公司许多同事一起到家里给妞妞庆生，田杰也从汉城赶回来了。当天晚上，被我不小心听到他和一个女人的谈话，谈话的内容无比肉麻。作为田杰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我却觉得无比恶心。这个时候，我才知道他出轨了。当晚，我没有办法面对田杰，所以撒谎说今天妞妞生日，陪着她一起睡。而田杰没有一点反对，也没有像往常提一家3口一起睡的建议。第2天一大早，田杰赶回汉城了。在田杰离开没有多久，我叫了网约车去汉城。前2年，我第1次自驾就直接出了事故，差点丢了性命，从此再也不敢开车。来到门口，我用手指按了按，提示指纹出错。我又试了试，仍然不行。我从包里掏出了钥匙，钥匙竟然插不进去。可是我都已经来到这里，我突然像疯子一样的猛烈敲击着门。大概过了1、2分钟，门打开了，出来的是一个女人，她穿着一身睡衣，似乎是刚刚睡起来。你怎么来了？陌生女人似乎认识我，看到我后一脸的吃惊，但是没有任何的惊恐，反而一副女主人的姿态。就这几句话，傻子也听出来他和田杰的关系。我忍住去打他的冲动，我心里还在为田杰辩解，想着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，不然这个女人是小三，怎么还如此的镇定，丝毫不慌乱。看很多电视，一般小三看到正事不是都吓得直哆嗦，或者都吓跑了吗？我鞋都没换，直接冲进了房间。果不其然，看到了我预想的一幕。田杰光着身子躺在床上，看到我后惊讶地坐了起来。田杰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这会已经气疯了，直接把被子掀开，不顾田杰气恼的眼神，用手机疯狂地拍照，同时看到房间里有什么就砸什么。不到一会，房间里被我砸了一个稀巴烂，而那个女人却淡定地给倒了一杯水递给我。小峰姐，先喝一口水，让阿杰把衣服穿好，我们再面对面谈吧。说完就伸手要拉我出房间，我差点都要被气笑起来。见过无耻的人，没有见过那么无耻的人。此时我心里刚刚因为砸东西稍微平息的火又冒起来了。你是什么狗东西？滚开！我气恼地推开女人的手，
只见田杰从床上跳了起来，瞬间给了我一个巴掌。我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那个我深爱多年的老公田杰，一手轻轻地摸着左边疼痛的脸颊。就在刚刚，这个我心目中的好男人，我心目中的好丈夫，竟然狠狠一巴掌打在我的左脸上，瞬间我半边脸都肿了。田杰，你记住今天，就算做鬼我都不会放过你。田杰却只是撇了撇嘴，压根没有搭理我的意思。田杰让他护在身后的女人离开，女人什么话都没有再说，拿了衣服就出了房间门。我这会心疼，脸疼，身体在瑟瑟发抖。田杰拿了一件他的外套披在我的身上，他有了，所以你不能动他。简短的一句话让我更加的绝望，只是更出乎我意外的还是田杰接下来的话：我也是为了孩子，你和我爸妈的矛盾就是孩子，他们想要孙子，可是你不想要，所以你就找了一个女人帮你生。我的三观都要被震碎了，不生二胎，不生孙子就是我的错。没想田杰来了一句：是帮你生。他把孩子生下来后，我就会和他断了关系。本来我就是为了孩子，他是离过婚的，又长得不漂亮，我找他图什么呢？他和前夫生的孩子都是男孩。我听到这些话，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田杰继续用他从前一贯的哄人方法。我承认，我耳根子软，听不了这些甜言蜜语。田杰一通讲道理，说了半天，只有一个意思，那就是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考虑。他不想让老家的人指着他的鼻子说他不孝，但他也不想失去我。没办法，只能出此下策。他甚至跪在地上跟我说自己只是一时昏了头，求我原谅他。面对痛哭流涕的田杰，我心软了。1小时后，我被他说服了，但前提是他们2个人立刻断绝一切往来。我承认我太爱他，所以在他跪下来表忠心，对天发誓和那个女人断绝往来的时候，我哭着原谅了他。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田杰为了我安心，把汉城的工作暂停了，回到了梅城。每天我们2个人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。周末带着孩子到处玩，看着孩子和田杰开心的相处，我心里原本的芥蒂几乎都快消散了。又过去了1个月，花店的老板给我发消息，告诉我田杰在他那里订了一束花。我还没有来得及沉浸在幸福中，看到发过来的花束图片，脸上就大变。因为我自从汉城回来之后就对百合过敏，我知道那是心理过敏，因为那天的房间里、客厅里，甚至整个房间的空气里都弥漫着百合的香味。花店老板本不知道缘由，但是田杰一清二楚，因为早在1个月前，他因为买了一束百合回来，我脸色很难看地告知他，我对此过敏，家里不要再出现百合。他立刻就拿到楼下的垃圾桶丢掉了。那么这束花买给谁的？有了百合的事件，让我对田杰又有了猜忌。可是平常他做的滴水不漏，我悄悄地找了私人侦探，果然几天后，我在侦探处拿到了厚厚一叠相片，里面全都是田杰和那个女人的恩爱照片。最可怕的是，田杰竟然就把那个女人藏在了我们小区里，而且就在我们家楼下。想到前段时间田杰的那些甜言蜜语都是假的，我有些犯恶心。可笑的是，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那个女人的资料。田杰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一脸的笑容，看到黑暗里的我吓了一跳。你怎么不开灯呢？好端端的坐在沙发上，怎么了？你今天不是跟我说和朋友有聚会，所以会晚点回来吗？田杰一边温柔地说话，一边走过来给我按摩肩膀。回家似乎少了点什么声音，田杰好奇地又问：
妞妞呢？她想外婆了，我把她送过去了。我家人因为姐姐公司开在梅城的原因，全家都搬到了梅城来住。田杰对我奇怪的举动并没有发现，若是从前以他细心的心思，早就发现了。就在气氛有点尴尬的时候，有人在按门铃。我冲田杰一笑，有人来了，赶紧去开门吧。田杰这会发现了我的诡异，只见他眉头一皱，就去打开门，而我也缓慢地走了过去，打算看看这场热闹的见面会。门一开，只见门外站着的是田杰的小三和田杰的父母。田杰没有想到他们3个人汇聚在一起，更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一起出现在我们家门口。这个是我送给你的惊喜，就如你们在妞妞生日时送我的惊喜一般。我平淡的道：先进来吧，稍等一会，我还叫了其他人，大概还有2分钟到。田杰看出来的愤怒：你怎么了？这个事情不是结束了吗？为什么又来这一出？我看着田杰平静的道：是吗？那你租下我们楼下的房子是用来装垃圾的吗？这会田杰就绷不住了。就在他们几个人都愣住的时候，我走到门边去开门，来了2个人，一个是我的叫的律师，一个是我叫的公证人员2人。田杰对于我的举动表现诧异，他不傻，立刻就反应过来我要做什么。妞妞还那么小，你何必这样？田杰的老妈直接开口。我看了看田杰一眼，他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冷声道：我给过田杰机会，是他自己不要。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，是要把话说清楚。现在田杰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离婚，我叫来了律师和公证员，离婚后立刻把家里的财产分割清楚；二是当着律师和公证员的面写下承诺书，若是再有婚内出轨，主动放弃孩子的抚养权，孩子抚养权交给我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他必须要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，否则免谈。我在今天之前做好了准备。首先我调查了那个小三的背景，她叫韩丽，原先是我们公司一家供应商的文职，田杰和供应商频繁接触都是他在接待，一来二去2个人就好上了。2人好上的时候，这个女人还是在婚姻状态，后来和田杰如胶似漆后便离婚，和前夫有2个孩子。离婚后，田杰就单独给他在汉城租了房子，而他就离职做了全职太太。经过调查，并非田杰说的找这个女人为了生孩子，而是真的想要和这个女人结婚。他们2个人的事情，就连田杰的父母也是知晓的，而且还是认可的。本来他们一直就想着我和田杰离婚。老实说，这一家子真的让我反胃。田杰一直没有离婚的原因，是他的一切都是我家给的。他除了一张嘴巴会说会哄人外，没有什么专长，学历低，家庭条件也不好。之前让他和我一起好好学习，可是他只想着玩，从来不愿意去学习。升职做了领导后的资料、文件、预算等都是我给他弄好。也许因为早就觉得我们的婚姻会有问题，所以父母在给我买房子的时候留了心眼。房产证上的名字竟然不是我们2个人的，而是我父母的。我也是前2天才知道，父母当时给我们的房产证是假的。姐姐的公司计划着上市，公司分配下来的股份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并没有田杰的名字。想着这些原来都是家人早就做了准备，所以若是我和田杰离婚，唯一分割的就是目前手里的存款20万和2辆车子。因为田杰家里有5个姐姐，父母也没有上班，全部都靠着我们给钱供着。5个姐夫也不成器，知道有一个有钱的小舅子，所以更不愿意工作。
我和田姐2个人工作，养着几10口人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钱如此少。田杰清楚地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想等的是公司上市后，以他目前的职位会分到原始股份，那么跟我离婚，他不再担心钱的问题。而现在他不能离开我，因为离开我，他就没有钱了。在我做今天决定前，我去找过我姐姐，因为房产证的事情，我知道父母根本都不懂这些，怎么会去做一个假的房产证？那么只有一个原因，这些都是姐姐安排的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姐姐当时摸了摸我的头，说了那么一句话：小峰，我不后悔替你做了这样的安排，可能这会你认为我的行为很过分，有欺骗行为，但是你是我的家人，我必须保护你最大权益。若是他真心跟你过一辈子，那么永远都不会有挣房子产权一说，更不会发现房子和他没有关系。这个房子说是父母送给我的结婚礼物，实际是姐姐全款买下来并装修的。田杰和我结婚，1分钱都没有出，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田杰的父母每次都在四处炫耀他儿子结婚1分钱都没有花。想来我也是悲哀的，离婚，跟他离婚，马上离。田杰妈妈的声音瞬间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。我看着田杰的妈妈，心里有些发冷。眼前的这个女人遭受过重男轻女的荼毒，没有想到等她儿媳的时候，她竟然还想让她儿媳去受她当年受过的罪。妈！田杰吼了一句，一下子都安静了。景浩，我看着田杰冷声道：你来回答吧。韩丽这会有些瑟瑟发抖起来，不再像第一次我们见到时候的趾高气昂。田杰想了想，回道：离婚。听到这个答案，我心里一点都不难受，反而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本来我还在想田杰会顾念着我们多年的感情，苦苦哀求承认他的错误，但是看来我想错了。眼前这个田杰是陌生的，不再是那个我认识的田杰。我微微点了点，律师开口了：既然田杰先生确定了，那么请在这份离婚协议上签字吧。田杰看了看离婚协议，眼神变了变，似乎有些诧异。你耍我呢？财产分割这里为什么只有存款20万，2辆车子？我们这套房子呢？还有汉城的那套房子。另外我们2个人名下根本就不止2辆车，是5辆车子。现在我真的知道什么叫无知之徒了。我冲着律师点头示意。律师回道：田杰先生，是这样的，首先2套房子是小峰小姐家里全款购买并装修的，有票据，并且房产证上面的名字都是小峰小姐父母，和你们夫妻没有一点关系。其次，你们2人名下的5辆车子，有3辆是公司的车子，非你们2人所有。你们2人名下只有2辆车。至于存款，你居然如此有心计啊，把属于我儿子的东西都搞没有了。田杰的妈妈开始撒泼起来：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母鸡生不了蛋，当年车祸怎么不死呢？早死了好，生个女儿生下来干什么？当时就应该打掉。其他难听的话我都忍下来了。我看看他到底有多无耻，有多无赖，也想看看田杰会不会拦住他不要说下去。可是无论他怎么骂，田杰站着一动不动。说到妞妞的时候，我忍不住了。妞妞是我的软肋，骂我可以，骂妞妞，我要他们的命。砰！一下子房间安静下来，我把一个曾经我最喜欢的花瓶摔破了。田杰，存款为什么只有20万？你不清楚吗？还是你装傻呢？既然都不清楚，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。我冷眼看了一眼韩丽，她躲到了田杰的身后。自从你和我结婚后，你家出过什么钱？彩礼有给过1分钱吗？
房子出过钱吗？装修出过钱吗？不光如此，你的姐姐们什么时候工作过了？后来结婚，陪嫁的钱不都是我们出的吗？再后来，你的那5个姐夫姐姐买车买房子以及生孩子，孩子读书不都是我们一直在供养着吗？你还好意思在我面前提钱？我儿子工作了。田杰妈妈突然瞪着眼睛来了那么一句，我听了不由得一笑，看了看田杰，又看了看田杰的妈妈，觉得自己好可怜好可悲，做的一切像是一个笑话。你问问田杰，不是因为我，他被公司开除了几次？你再问问田杰，他每天做的各种资料和报表是谁给他弄的？你再问问田杰，他手里的客户有多少个是我转给他的？我离了他田杰，仍然还是公司的总监，而他离了我，他只不过是一个高中毕业的盲流而已。既然离婚的想法都已经有了，什么都不要再说，现在把协议书签字了，起码还有1辆车子和10万元可以拿着。我讽刺道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好奇地问着律师，好像我可以追回田杰花在他和那个女人身上的钱吧？我记得这个钱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的。律师点了点头，是的，小姐，同时你还可以举证，他们2个人在婚姻期间以夫妻名义进行同居，并怀了孩子，构成了重婚罪。律师这么一说，原本理直气壮的田杰妈妈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就连田杰身后的韩丽也摇摇欲坠，似乎要晕倒了。田杰早已没有了之前的气势，声音有些委曲求全的感觉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看着田杰回答，我刚刚分明说得很清楚了，要么离婚，要么回归家庭，但是他必须把孩子打掉。你们商量好，离婚的话，财产已经分割得很清楚了，剩下就是你在韩丽身上花的钱，我会一笔一笔地算清楚。可能你的10万余款不够补还给我的。想了想，我走到田杰妈妈的面前，又补了一句，忘了说，你儿子千挑万选的这个女人还是2婚，而且家里还有2个儿子。你家田杰确实是好本领，买1送2，白送2个好儿子，我感觉都不用生了。说完，我朝着门口走去，走到了一半，回头道，我就不耽误你们一家人的讨论了。3天后，田杰带着父母来接我回家。这3天，我回娘家了，但是我并没有闲着。我一边安排人打听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一边做好了应对的心情。我已经被这家人伤透心了，现在只不过是想看看他们还能干出来什么无耻的事。小峰，我错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田杰一脸真诚地跟我道歉。若不是我之前看过他无耻的脸孔，我现在就相信了他，因为他又跪在我的面前，眼泪还冒了出来。可是现在的小峰不再是从前那个小峰了。我一句话不吭气，田杰继续跪在那里。田杰的妈妈看到这个情况，非常心疼田杰，她走过去打田杰的背部，一边打一边跟我温和地说，峰，这次是田杰的错，我们已经跟那个叫韩丽的女人说得很清楚了，也安排她把孩子打掉。你不相信的话，我把单子给你看就知道，是真的打掉了，是妈妈从前错了。你不想生孩子就不生，我们有妞妞一个孙女就可以了。对呀，小峰，你想想妞妞，她才4岁，若是我们2个人真的离婚了，她知道了会多少伤心。田杰补充道。我听到他们嘴巴里说出妞妞2个字，我感觉自己要炸裂了。但是我清楚地知道，现在的我还不能表现出来，现在才哪到哪。我的月子之仇，我的夺父之恨，起来吧，真的和他分了吗？景浩，我假装一副被他们感动和说服的样子，心里其实在冷笑。
他们果然真的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韩丽，突然为韩丽感到悲哀。不一会，就连田杰的5个姐姐和姐夫都赶来了。弟媳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2天才知道这个事情。这个小田呐，太不像话了，居然做出这种丑事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，都说不出口。我们会给你看好他，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会再发生。小峰，我们是永远的一家人。那个女人太无耻，勾引我们小田。对呀，弟媳，小田以后就留在梅城，哪里都不去了，天天在家里陪着你。我都说了，我妈妈和小田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，真的是太可笑了。他们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看着原来这些我自认为对他们好，他们就会对我好的人，竟然如此的陌生，看似帮着我，为我好，实则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，一旦田杰和我离婚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们早已习惯了寄虫的生活，又如何愿意脱离呢？我早就表态了，田杰不愿意离婚的话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我挤出了一丝笑容，我知道这个笑容看起来有多么的假，可是眼前的这些人根本就不会在意，他们在意的是我的回答。田杰果然主动地向公司申请从汉城回到了梅城，不过仍然在梅城担任部门的主管，比我矮1级。公司撤去了他在梅城的总监头衔。我借口公司要上市，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，没空照顾妞妞，把妞妞送到了娘家。从前妞妞也是外婆外公带大的，所以跟他们格外的亲切。同时也跟田杰说，现在我们2个人的关系虽然在恢复，但是身体上的接触还需要时间给我接受。因此我们2个人开启了分房睡觉的模式，公司开始着手让田杰的助手接管事项，我也开始直接对接他的助手，指导他助手的业务。名牌大学毕业，学习能力较强，很快就能接手一些小项目。田杰也不是傻子，他逐渐感受到了公司对他的差别待遇，但是我对他的态度并未改变，仍然是热情有爱。除了回到家里分床而睡，和我不接受他的亲热举动外，他并没有发现我的任何不对劲。所有的事情都在按照我设计的一步一步往前行。一天，我在和闺蜜一起逛街，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田杰打过来的。小峰，我的卡怎么被冻结了？什么情况？钱都取不出来了。我现在在店里吃饭，钱付不了，你赶紧过来一下。闺蜜好奇地问了一句，谁呀？我微微一笑，骚扰电话已经挂了，我们继续逛吧。田杰打了一圈的电话，最终是他爸爸去付款的。他始终放下面子电话给朋友去付款。连着几天，我都以出差为由，没有回家，也没有见田杰。手机对田杰处于黑名单，他根本打不进来。我在等着田杰兜里的钱都用完，在等汉城的房租费需要支付，在等要给他的几个姐姐支付生活费，在等要给他的父母支付生活费。1个月很快过去了，我给妞妞请了1个月的假，带着她到处旅游，同时也整理了自己的心情。我知道一旦回去之后会有一场血雨腥风，但是我必须去面对。回来后，妞妞先送到了我父母处，但是家里人的安危已经安排了安保，姐姐和姐夫以及几个保镖一起去了我家里。1个月不见，田杰苍老了许多，从前那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脏老头，我都差点没有认出来。你终于回来了。田杰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些咬牙切齿。我点了点头。我电话给了你父母和姐姐们，他们一会就过来了。韩丽我也通知了，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，可不能少了一人。你又怎么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了重新过吗？为什么又提及那个女人？
所以这次你是误会我和他又怎么了吗？田杰极力否认，我真的对眼前这个男人失望透顶。你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我从包里掏出来一叠照片，还有一个单子。你认为你有多聪明吗？打了孩子就认为可以把我打发了？还有，你是有多离谱？送礼品给他，还从公司的钱支付。田杰这下就傻眼了。不一会，全部的人都到齐了。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，是我和田杰有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。我们两个人因为田杰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，所以要离婚。上次的财产已经分割清楚，妞妞的抚养权在我手里。现在请田杰把你的东西收拾好之后带离这个家里。我冷冷地说道，看了韩丽一眼，我又道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们的爱情有多么的伟大，能够不顾各自的家庭组合在一起。现在我还给你的是最真实的田杰，你千万要一直陪着他，这样我才能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爱情。田杰整个人还处于懵的状态，他的父母和姐姐姐夫们已经闹腾起来了。小杰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叫你和那个女的分开了吗？是不是那个女人还在勾引呢？我在旁边冷冷地看着这场闹剧。他们家里人到现在仍然觉得田杰没有任何错，错的都是别人，而他们自己更没有错。没一会，本来只是骂骂咧咧的，后来甚至到了动手的程度。原本我担心自己的安危，所以叫了保镖，没想被打的人变成了韩丽。韩丽一个人和5个女人混打，显然处于劣势。好了，不要打了，田杰吼了一声，混乱的场面瞬间就安静下来。我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看着他们。还有一个事情，我和田杰离婚后，我和田家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所以姐姐们的生活费和二老的生活费我不会再支付，你们可以找田杰支付。至于韩丽，田杰给你租的房子，我已把剩余的钱收回去了，所以房子明天就到期。我想田杰已经收到房东的收房短信了。至于田杰给韩丽消费过的费用，我也已经一笔一笔的调出来，数额可不少。井号韩丽吓得一边擦着脸上的伤痕流出来的血，一边急忙地回了一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上班了，我去哪里弄钱给你？而且当时是田杰心甘情愿支付的，又不是我逼着他付的，凭什么我要还？田杰看了一眼韩丽，韩丽立刻不再说什么。几个姐姐姐夫听到这里，发现我不仅仅是吓吓田杰，而是来真的，这下就开始诉苦起来。弟媳，这些年一直都是你们在支持我们，我们都记着你的好，我们对你是真心的好啊，再原谅一次小杰吧。是的呀，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父母离异对孩子的影响很大，分明显，他们知道我的软肋在哪里。听到这里，我的脸色一变，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有转机了，而我姐姐也担心我因此被说服。可是此刻的我从未有过的清醒，所以呢，她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孩子？我摆了摆手，多说无益，离婚是我的决定。我的话一出，原本还比较和和气气的田姐姐姐们顿时就变脸，想离婚也可以，不给我们精神损失费，我们不可能离开。还有，小杰在公司那么多年，以他的本事在别的公司挣的不知道多高。其中一个姐姐开始刻薄起来，这一家人真的是不要脸。还有这个房子，我哥挣的钱都哪里去了？这个房子就应该属于他。突然房间里响起了鼓掌的声音，大家一看，居然是我在鼓掌。他疯了？田杰的妈妈惊讶地问。没有人回答，全部的人都等着我说话。我今天真的看到了一场大戏。本来我想着田杰是妞妞的爸爸，不至于走到这一步，可是你们实在是太无耻了。我和田杰2个人结婚，
你们家何时出过一分钱？一分钱都没有出就算了，你家大大的全部开支都是我家出的。既然你们觉得田姐有真本事，走到哪里都没有问题，那就先等着她出狱后再看吧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一会警察就会来。你做假账，并且和我们的竞争对手合作，倒卖我们的标书等等，需要我一样一样的细数出来吗？这下田杰家里人都安静，一句话都不再说。这些人别看现在撒泼打滚，表现得理直气壮，实际上他们就是欺软怕硬，内心里比谁都心虚。一听到我说叫警察了，他们就彻底没声了。田杰的几个姐姐和姐夫甚至都已经眼神恍惚，准备离开了。看着这一幕，我觉得无比好笑。之前你们展现的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呢？怎么现在真的走到这一步，就要大难临头各自飞了？田杰也是彻底慌了，他又跪在了我面前。这些年他在公司里做了什么事情，没有谁比他更加清楚。田杰文凭虽然低，可也不是傻子，做错事之前，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些事情属于什么样的性质。之前他仗着我姐姐是公司的老板，所以才觉得有恃无恐，恐怕他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。小峰，我现在就走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放过我这一次。众目睽睽之下，田杰跪在地上，痛哭流涕地对我哀求。这一刻，他彻底放弃了什么脸面，看着眼前哭成泪人，惶恐不安，如同一个小丑的田杰，我心如铁石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当你把我当傻子一样，一次又一次的戏弄欺骗的时候，何曾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下场？如果你说自己敢爱敢恨，已经对我彻底没感觉了，工作上又没有做错事，利索分割清楚，我倒是还算你是一个男人。到了现在，呵呵。没一会，警察把田杰带走调查去了。房间里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有骂声，有哭声，有砸东西的声音。保镖护着我和姐姐他们一起离开了，回到父母的家里。本来没有想着让田杰坐牢的，这个是我的真心话，毕竟他是孩子的爸爸。可是深入调查后发现，他的一桩桩事情是多么的惊人，意识到这样的人放过他会是一个祸害，于是把调查的资料都提交给了警察。父母安慰我，有因才会有果，不需要自责。半个月后，田杰涉嫌倒卖信息罪被判刑6年。韩丽从离开我家那天就消失了，汉城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有要，似乎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田杰的姐姐和姐夫们因为在不同的地方，手里没有钱，来家里闹过几次，被物业安保报警带走了，并拖入黑名单，再也进入不了小区。后来又跑到公司去闹了2次，第一次客气了一下，只让保安轰走，没想又来了，于是第2次果断的报警，直接被带走。之后他们也再没有来过梅城。过了6个月，公司成功上市，想好了吗？真的要离开吗？姐姐有些不舍地问道。我点了点头，早就想着去看看海城，觉得在那边生活应该不错，把妞妞带过去，重新开始。虽然这段时间田杰家里已经消停，但是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又来闹？我不希望影响妞妞的生活。姐姐有些遗憾，毕竟公司上市之后，事项比从前更多了。离开梅城的前一天，我去了监狱探视田杰。对于我的探望，田杰是一脸的不可置信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认为你不会再见我。田杰叹了一口气，我微微一笑，温和的道：我要离开梅城去远方了。我带着妞妞想要重新生活，你也知道你的家人多么闹腾，我不希望他们影响妞妞。对于你们来说，妞妞只不过是一个孩子，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。来看你，
是让你安心的在里面进行改造，出来后好好的生活。再见。说完了该说的话，我起身就离开了。田杰突然喊道：“小峰，对不起。”我头没有回，用手轻轻地擦了擦脸上的泪水。这次我是真的原谅了田杰，因为只有原谅了他，我才能开始我自己的新生活，不然我仍然活在从前那个有他的世界里出不来。出了监狱，我回到家里，拿着行李带着妞妞离开。在路上，妞妞问我：“妈妈，我们去哪里呢？爸爸呢？我好久都没有看到他了。你们是吵架了吗？”我轻轻摸了摸妞妞的头：“我带着你到海城去生活，那里有海，蓝蓝的海。你想玩沙子，我们就去玩沙子。你爸爸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，他暂时不能给你电话，但是他给你写了很多的信，你也可以给他写信哦。所以我不是和他吵架了哦。”妞妞听了后一笑，眼睛弯弯的，特别的好看，和他爸爸一般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我的丈夫跪在地上求我放过他，让他能给小三一个名分。安言，我求你放过我。婉婷有了我的孩子，我们这样耗着有什么意思呢？我的丈夫跪在我面前，语气满是疲倦和哀求。余光中，我看见团团站在小卧室门前，抓着门框，眼眶含泪。他是不是忘了我们也有孩子？邓婉婷的孩子是心头宝，那我的团团算什么？像是有一只手攥紧了我的心脏，我竟有些呼吸不畅。我抬起头看向天花板，让眼泪回流。泪眼模糊中，我看到了那个捧着鲜花站在我楼下挥舞着手，热烈地唤我名字的少年。强烈的愤恨与不甘涌上心头。我指着阳台：“林旭阳，你从这儿跳下去，我就签字。你不是爱他吗？就让我看看你能为他做到哪种地步。”他抬眼看了我一会儿，沉默地站起身，往阳台走去。我攥紧了手，看着他翻身坠落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心一片荒芜，愣愣地看向窗外。今晚的夜色格外的黑，月亮格外的圆，明晃晃地挂在天空，像是破了个大洞。我恍惚记起，今天好像是中秋啊！楼下传来惊呼声，一阵慌乱。团团上前拉住了我的手，用一只手抹了眼泪，语气冷漠：“他死了才好，林旭阳没死。我家在2楼，掉下去最多瘸个胳膊腿之类的，也不知道如果住得再高一点，林旭阳是不是还会这样跳得义无反顾？他不仅腿瘸了，脑子也磕到了，导致他出现了暂时性的记忆缺失。他的记忆停留在了6年前，我们刚结婚那阵儿，正是浓情蜜意时。病房内，邓婉婷咬着唇，眼睛通红地站在病床前，小心翼翼地想去拉起林旭阳的手，被他一把挥开：“滚，别碰我，我不认识你。”他又看向我，瘪着嘴，很是委屈：“老婆，你把他赶出去好不好？我看见他就烦，没让我赶。”邓婉婷自己捂住脸，哭着跑出去了。我把离婚协议书甩在了他面前，上面已经签好了我们2个的名字。他满眼不可置信，愤怒地拿起离婚协议书撕碎，往地上一撒，纸屑飞扬间，他的质问铿锵有力：“李安言，你要和我离婚？你爱上了别人，你对得起我吗？”我很疲倦。邓婉婷已经向他说了不下5遍这6年来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如何相识、相知、相恋，许多细节让我听得都有一丝动容。但是他不信，不信自己会爱上别人。是啊，现在他回到了6年前，那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会爱上别人，我也是不会相信的。我就冷冷地盯着他，也不辩解。他被我冷漠的态度刺激到了，加之邓婉婷的话，让他有了一丝慌乱。他费劲地撑起身子，拉住我的手：“安言，
我可以不追究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不要再提离婚的事了，好吗？明明是他的问题，这个男人自己也意识到了，却还要装作一副善解人意、不计前嫌的样子，好像只要站在道德制高点，他之前所做的错事就能消失了一般，而遗忘成了帮他掩埋这一切的最佳理由。瞧瞧，李安言，你之前爱的是怎样的一个人？和林旭阳相爱于年少时，他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少年，我是老师家长眼中的乖乖女。因为近视，父母找老师把我调到了第一排中间。每到上课铃响，我从厚重的书册中抬起头，推推滑落的镜框，就能见他抱着篮球踏入门内。只见篮球飞转，他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，他随意一抹，常有几滴汗珠飞进我的书页，将字体晕染开来。我时常盯着这些阴湿的痕迹想，这才叫青春吧。我羡慕他的肆意张扬，他溺于我的乖巧温顺。他坐在讲台旁特意为他而设的座位，教室面积小，前后间距不大，他稍稍往后一仰，头就能搭上我垒在桌角的书。他时常这样仰着头和我说话：呆子，放学请你吃麻辣烫去不去？呆子，给你个棒棒糖。呆子，昨天路过一家饰品店，感觉这个发夹很适合你，你试试。呆子，给你带了牛奶，趁现在多喝点，还能再尝尝个。呆子，直到高三，他像是中邪了一般，开始发愤图强，立志要和我上同一所大学。我开始在放学后没日没夜地给他补课，感情迅速升温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高考那天，我放弃了做数学大题，擦着一本线的边和他上了一所二本院校。大学里，我们是人人称羡的一对，就连毕业季是分手季这个魔咒我们都躲过了。一毕业，他火速向我求了婚。他妈妈不是很满意我，他力排众议，坚定地和我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婚后半年，我就怀了孕。故事直到这里都还是美满的，直到邓婉婷的出现，这个名字成了后来我一听就会歇斯底里的存在。第一次听到邓婉婷名字是在我怀孕2个月左右的时候，那时我胎相不稳，医生建议我在家养胎。林旭阳也让我辞了工作，在家休息，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身上。那段时间，他显得特别烦躁。直到有天在饭桌上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公司新来了个实习生，985大学毕业，能力很强，一点就透。老总让他带他，他帮着做了很多策划，他的工作量减少了很多。女人的直觉向来很准。我的心咯噔一跳，问他那个实习生是男还是女。他向我说了邓婉婷的情况，又揉了揉我的头，让我别多想。甚至为了减少我的顾虑，他马上拍了张合照发朋友圈，还让邓婉婷帮忙点赞。我也觉得我多心了。直到有一日下着暴雨，我看他车钥匙没拿，他公司那边的位置有点偏僻，我便直接开车过去，打算接他。还没开到他公司楼下，远远地看见他和一个女的顶着外套，笑着在雨幕中奔跑，跑到了对面的餐厅门口。林旭阳还贴心地把那女的额前的湿发拨开，女的微微垂着头，抬眸看了他一眼，双眼交汇碰撞间，两人别开了头，双手却紧握。我捏紧了方向盘，加大了油门，猛地停在他们面前。见了两人一身积水，林旭阳没注意看车型，下意识把他护在身后，拿出纸巾就要替他擦。擦完准备破口大骂时，我摇下了车窗，他像是触电般放开那女的手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让他上车，在得知那女的就是邓婉婷之后，什么话都没说。林旭阳向我再三保证，他和那邓婉婷只是普通朋友。
我也只是点头。到家后就让他签了一份协议，如果出轨，他就要净身出户。伴随着协议生成的，还有我无休止的猜疑。我可笑地以为，这样就能斩断他俩的爱情萌芽。自从上次医院一别以后，我再也没去看过他。我忙着做团团的心理工作。上次林旭阳跳楼时，团团的表现让我很是吃惊且揪心。明明之前不小心踩死一只蚂蚱，他都会抹着眼泪扑到我怀里，说他做了多么可怕的事情，小蚂蚱该多疼。然而现在他居然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坠楼，并让他去死。虽然林旭阳这个父亲做的确实非常不称职，但团团的心理问题显然已经不容忽视了。父亲常年的漠视，母亲常年负面情绪的影响，渐渐蚕食了他的内心。他变得有点厌世，同理心也在逐渐丧失。明明他才是个5岁的孩子啊！我意识到我必须振作起来，不仅为了我自己，更是为了我的孩子。我得带团团一起积极地面对生活。我开始陪团团一起上课，一起做美食，一起去游乐园，一起逛街。团团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一切都在变好的时候，林旭阳却回来了。他站在门前，把一串钥匙都试遍了，却还是打不开那扇熟悉的门。不见的这些日子，他整个人消瘦了很多，不修边幅，一点也看不出之前都市精英的样子。听见脚步声，他猛地回头，团团吓得躲在我身后。这是我们的女儿吗？看着我身后的团团，他显得有点无措，慢慢蹲下身来，张开双臂：“爸爸能抱抱你吗？”团团松开了我的手，在我以为他要扑进林旭阳怀里的时候，他冲上前，恶狠狠地用力推了他一把：“你才不是我爸爸，你不要来我家！”林旭阳双手撑着地上，满眼都是受伤，像只被丢弃的小狗。也是6年前的他，记忆里都是幸福美满的他，怎么会想到6年后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会这样厌恶他呢？我抱起团团，合上了门，掩住了楼道里的哽咽。团团并不是一直都这么讨厌林旭阳的，他这年纪的孩子，怎么可能不渴望父爱？只是自他知事以来，父亲只要一回家，家里就是无休止的争吵，可能厌屋及乌。林旭阳对他也没有好脸色，抱他一下也不肯。每团团拿着玩具，小心翼翼地凑上前，想让自己的父亲陪自己玩时，迎接他的只有那不耐的眼神。后面他甚至烦躁地让团团不要在他面前晃。有一次，他直接把团团的玩具给砸了，让他滚。那一次，我和他打了一架，2人都进了医院。也就自那以后，团团再也不会主动凑到林旭阳面前了。我知道这对一个孩子的伤害有多大，却还是固执的不肯放过林旭阳，不肯放过我的这10年。于是，我加倍的给团团爱，希望连着林旭阳那一份补给他。可是团团还是越来越沉默了。那天那句他死了才好，给了我当头一棒。我恍然间明白，我究竟做了多错误的一个决定，伤害了团团多么久。妈妈，一定不要开门！团团怕我心软，拉着我的手叮嘱道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去房间看动画片吧。妈妈去给你做晚饭。没有管外面的声音，我去厨房做起了饭。不多时，外面传来了剧烈的敲门声，还有林旭阳妈妈何方的大嗓门：“李安言，你把你老公关在门外干什么？他才出院，你这没良心的！你别拉我，在医院里不闻不问就算了，回来还不管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来来来，你们都来帮我做个证，哪有这样当人妻子的？”团团从房间里出来，一脸担忧。妈妈，我捧住了她的小脸。妈妈要出去打坏蛋，可以开门了吗？团团猛地点头。
我和你一起去。当我拎着菜刀打开门的瞬间，门外的声音顿时卡壳。林旭阳，你是要我把你这几年来所作所为昭告天下吗？林旭阳没来及说话，何芳开口了。不管我家杨洋做了什么，你身为他的妻子，他在医院躺了半个月，你都不来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个死老太婆，不许你说我妈妈！团团从我身后冲出，跑到何芳面前，使劲捶着她大腿。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，和你一样没家教。何芳也不客气，推了团团一个踉跄。林旭阳拉住她：“妈，这是你孙女。”何芳嗤笑一声：“丫头片子而已，有没有都无所谓。”我把团团拉了回来。是啊，邓婉婷也有了你儿子的种。你是不缺团团这个孙女，但团团是我的宝贝。你不要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你儿子在外面有了女人，还把大半财产转移到他名下了，有事不去找他，跑来找我这个糟糠之妻干什么？别说住院，就是出丧也别来找我。此话一出，周围邻居议论纷纷。何芳面子有点挂不住，嚷嚷道：“我儿子都要和你离婚了，接触别的姑娘怎么了？倒是你带着个拖油瓶，心肠这么歹毒，还嫁得出去吗？识相点，赶紧搬出去，我儿子要拿来做婚房的。”妈，你别说了。林旭阳神色崩溃：“我是不会和安言离婚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我这辈子只认安言一个人。”他又看向我，眼圈通红。安言，我是6年前的林旭阳，我不知道6年后我做了什么，这对我来说不公平，我都忘了。你能不能也不要再提了？我们重新来过好吗？我看着楼道尽头处那道摇摇欲坠的身影，只觉可笑。林旭阳，忘的只是你一个人，我没忘，团团没忘，你妈没忘，邓婉婷也没忘。6年来，你对我们的伤害是实打实的，凭什么你不记得了就能抹去一切？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快来！有人晕倒了。楼道尽头传来呼喊声，何芳只看了一眼就狂奔而去。婉婷，你怎么了？旭阳，你快来呀！确定林旭阳出轨的那一天是个很普通的夜晚，我哄睡着团团，照旧拿起林旭阳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翻看，他也不睡觉，就看着我拿，脸上带着嘲弄的笑意。我皱眉，他今晚好像有点不一样。翻开手机，点开他和邓婉婷的聊天记录，我愣住了，不再像之前那样剩寥寥几句工作上的交流，今天的记录格外的多。我拼命往上滑，足足滑了几分钟，像是要把之前没说的话在这一日吐尽一样。其实很久前我就发现不对劲了，有时候他俩的对话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。比如邓婉婷询问某个方案怎么做，林旭阳却回他一句谢谢，我很高兴。中间明显是有断层的，但我没追究。那时候因为我的猜忌，我和林旭阳关系已经有点恶劣了，我不想引起更大的争吵。我也知道这是林旭阳对我的报复，报复我对他的不信任，报复我没日没夜的监视，他就是要我惴惴不安，要我多想，要我每夜难以入眠。今日两人的对话格外的顺畅，那句我真的好爱你啊，刺痛了我的眼。都看到了吧？林旭阳脸上布满恶意，如你所愿，我和婉婷在一起了，你以后再也不用猜来猜去了。我将手机砸在了他身上，刚想大吼的时候，瞥见了睡得正香的团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住喷涌而出的愤怒。林旭阳，我们出去谈。他却一拉被子躺下了。有什么好谈的？就是这样，我和婉婷在一起了。你要是愿意离婚，我可以和你平分财产。之前那张协议我已经找到撕了，你也没公证，没有效果的。那无所谓的样子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。林旭阳，
离婚你想都不要想，我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给了你，替你生儿育女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？我不会离婚的，我耗都要耗死你，让那邓婉婷永远都见不得光，让你们的爱情像那阴沟里的老鼠，你每天舒舒服服待在家里，我累死累活回来还得接受你的检查。你的青春是青春，我的就不是了，那就耗着吧。遇到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他吼道。团团吓得哭了起来，我的眼泪再也压制不住了。在婚礼上，他说遇到我3生有幸，不过短短1年多时间，他说遇到我倒了8辈子血霉。邓婉婷流产了，她站在医院走廊上，使劲地捶着林旭阳的胸口。你还我孩子！林旭阳一把擒住他的手。够了，这孩子本来就是个错误，没有他我们的生活才能回到正轨。我不是你爱的那个林旭阳，你别再来打扰我。我就坐在一旁看着这场闹剧，这是多么没有担当的男人啊！自己忘了就能当所有事都没发生过，毫无愧疚，仿佛自己真的没做过那些事一般。邓婉婷崩溃了。林旭阳，这些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？我没名没分地跟了你6年，你说不记得就不记得了。那我这些年算什么？林旭阳嗤笑一声，你明明知道我有家室，却还要和我在一起，这种结果，这不是你咎由自取吗？我或许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。邓婉婷面色苍白，踉跄地退了2步，满眼不敢置信。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明明是你说你会好好对我，会爱我一辈子的，明明都是你先说的。他像是再也受不了这刺激，扭头就跑。何芳出来看见了，推了林旭阳一把，赶紧追上去啊！你知不知道他家多有钱？他爸是你上司啊！你要是惹到了他，你的工作可就黄了。林旭阳在原地犹豫了一会儿，看向我，最终还是追了出去。我站起身，拍拍屁股，去了隔壁的心理咨询室。是的，我才不关心邓婉婷怎样呢。但是团团一直很抗拒来医院，我便借此机会把团团带来了。推开咨询室的门，团团正坐在医生的怀里，开心地说着什么。我很吃惊，团团并不是那种自来熟的小孩，相反，他对除了我之外的人都很疏离。这个医生看来有点真本事，我不禁细细地打量起他来，戴着口罩看不清面容，那双眼睛狭长，眸色深沉，很好看，只是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呢？走上前，把团团抱起来，摸了摸他的头，去门口等妈妈一会儿，不要走开。团团拿着医生给的棒棒糖，开心地蹦跳出门了。这医生有什么魔法吗？团团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医生，谢谢你照顾我家团团。刚刚您和他聊了，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呢？他点点头。这孩子的父亲是不是一直缺席了孩子的成长？他的防备心很重，这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。同时，他还伴随着攻击性的行为，这是长期生活在不安定的环境下所造成的。我费了点功夫才打开他的心扉，他又对我展露了很大的善意，并且渴望获得我的关注，这是缺爱的一种表现。我叹了口气，说了家里的情况。那医生，目前团团的这种情况怎样才能解决呢？你要不要试着给他找个负责任的爸爸？我被这话吃了一惊，抬起头就见那医生扯下口罩。赵恒，口罩下是一张我很熟悉的面庞，高中时期的班长。他笑了笑，是我，好久不见。回家的路上，团团的步伐前所未有的轻快，我却觉得尴尬万分。高中时期，赵恒作为校园男神，是我连肖想都不敢的存在。然而，刚刚我把所有的糟心事说了，这几年的自己过得像怨妇一样，狼狈不已。在面对赵恒时，更显难堪。妈妈，
那个叔叔好温柔呀，要是让他来当爸爸就好了。团团拿着棒棒糖，一脸期待地看着我。我脚步一顿，苦笑道：团团，那不是妈妈配得上的人。团团不再抗拒去医院，我每周都会领着他去找赵恒一次，但我并不想和赵恒有太多的交流。每次都是把团团送进去，自己在走廊外等着，直到团团和他聊天结束，我才会进去和他道个谢。待团团离开，林旭阳已经很久没来打扰我了。如果不是偶然翻到抽屉里那2个红本本，我甚至都忘了我和他还没离婚。我拨了个电话过去，那边很快接了起来：林旭阳，回来办一下离婚手续。那边许久没回应，正当我以为他依旧挂了电话时，他嗯了一声：安言，我都记起来了。他的嗓音嘶哑，带着莫名的悲切。那就行，免得你后面要死要活的找我。那边叹了口气：对不起，安言。林旭阳很快就回来了，还把之前一些转移到邓婉婷名下的一些财产拿了过来。我不知道何方和邓婉婷是如何同意的，亦或是他俩压根都不知道。这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离婚冷静期，程序走得很快。当天下午我就拿到了离婚证，站在民政局门前，林旭阳神色落寞：安言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当我站在6年前最爱你的那段时间，却回忆起6年后的记忆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做了什么。你又该有多心痛啊！他给了自己一个巴掌。其实一开始在面对邓婉婷时，我是有过挣扎的，但是你一直不信任我，一直把我往外推。我和他在一起，很大程度是为了报复你，为了表示对你行为的反抗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这个男人总在一次又一次为自己的犯错找借口。那团团呢？你那么对他，也是为了表示对我的不满吗？他不说话了。我冷笑一声：林旭阳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，明明是在攀权附势，却还在给自己找理由。我不会忘记何方来的那个下午，那是在我生完团团后的第2个月，我抱着团团去给他开门，他就站在门外，也不进来，从头到脚地打量了我一番，冷哼一声：你这样的女人能搭上我家杨洋，真的是上辈子烧高香了。然后径直去了大卧室找林旭阳。我也没打算偷听，只是在路过时听到了邓婉婷的名字，这名字像是定身符一样，将我牢牢地粘在大卧室门前。你真的打听清楚了？那邓婉婷真的是你们老总的女儿？何方压低声音道：这还能有假？你不是说那姑娘对你有意思吗？这可得抓紧了，送到眼前的飞黄腾达的机会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有安言了。他嘴上这么说着，后面每天去阳台玩手机的次数却明显多了起来，脸上莫名的笑意也越来越多。拿到离婚证，想起和林旭阳耗的这些年，我如释重负，忍不住拿出手机发了条朋友圈：放过自己，重获新生。配图是离婚证的照片。发出去没多久，电话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，我直接给挂了。微信消息却弹了出来：赵医生，接电话。我反应过来，连忙拨了回去：赵医生，是团团有什么事吗？办理离婚手续，我怕团团没人照顾，干脆直接预约了赵医生整个下午的时间，把团团送了过去。那边轻笑一声：没事，就是想庆祝你重获新生，要不要来我家？我请你吃顿饭。团团现在也在这边。我过去的时候，赵恒正系着围裙在厨房忙活着，团团坐在沙发上，双脚一荡一荡地看着动画片，空气中弥漫着烟火气息，有种家的味道。菜很快上齐了，4菜1汤，准备的有点仓促，下次补你们一顿更丰盛的。
给我和团团一人加了一块排骨。他笑着说道。我摇了摇头，已经很丰盛了，谢谢你，赵医生。他手中的动作一顿，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赵恒班长。啊，我有点懵。他继续道，高中的时候，别人要么喊我赵恒，要么喊我班长，只有你会一本正经地喊我赵恒班长。而且你每次见我的时候，为什么老是目光闪躲，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？最开始让我费解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早已记不清当时看他的眼神了。挠了挠头，可能是你太好看了，让我不敢直视吧。吃完饭，我打算帮忙洗碗，赵恒把我赶了出来。你现在是客人，去外面陪团团吧。我出来坐在沙发上，打量了一下整间屋子，很干净和整洁，却没有一点女生的痕迹。我有点好奇了，这么多年了，赵恒还是一个人吗？洗完碗，赵恒擦了擦手，很自然地坐到团团身旁，将她抱起，放在腿上，捏了捏她的小脸。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，赵医生，你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吗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不是，我有过一段婚姻，他出意外离开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这个的。他摇了摇头，没事，过去很久了，我已经释怀了。自那以后，我渐渐主动和赵恒开始交流。他不幸的婚姻让我对他产生了一丝怜惜，也让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差距不再那么大。据他所说，和妻子结婚半年他就出车祸离世了。这些年他一直一个人过，每天回到家，空荡荡的房子都让他感觉十分落寞。他希望团团能多去陪陪他，他也顺便帮团团治疗心理问题。我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，却还是答应了他。团团也确实需要男性长辈的陪伴，而且他也不抗拒赵恒，因此每次周末下午我就会把团团送过去，然后三人去楼下超市买菜，做一顿丰盛的晚餐。渐渐的，我好像越来越期盼周末的到来，期待那顿温暖灯光下热气腾腾的晚餐，期待在厨房忙碌间和赵恒的相视一笑。我感觉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了。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赵恒那狭长温暖的眉眼总会反复在我脑海中飘荡。我不是17、18岁的小姑娘了，我清楚这意味着什么，但我恐惧我和他这些年来产生的天堑，而且上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在一定程度上让我对自己产生了自我怀疑。我有点不敢迈出那一步，于是我开始回避赵恒。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没送团团去赵恒家的周末。妈妈，我要去，我想赵叔叔了。见我坐在沙发上不为所动，团团扯着我的袖子，哀求道：妈妈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有点心软了。犹豫间，敲门声响起，团团飞奔而去，打开门见是赵恒，激动地扑进他怀里。赵叔叔。赵恒提着蛋糕，用空出的一只手揉了揉他脑袋，见我在玄关处站着不说话，笑了笑，快来帮我提着，我还有东西给团团呢。我接过蛋糕，就见赵恒蹲下身，与团团平视，然后从身后捧出一束鲜艳的玫瑰。团团小宝贝，生日快乐！这是公主专属的玫瑰，请您签收。团团最近迷上了一部动画片，老是幻想自己是里面的公主。闻言啊的一声，高兴地蹦跳起来，在赵恒脸上猛亲2口。我心情复杂地把他迎进来，他没有问我今天为什么没去，只让团团把窗帘拉上，自己给蛋糕点起了蜡烛。现在是早晨，拉起窗帘也不是太黑。他看着我道：蛋糕原本应该是晚上吃才有感觉，但是今晚有团团期待很久的动画上映，我票都买好了，今晚一起去吧。我点点头，他拉起了我的手，一起唱起了生日歌。
团团闭着眼睛，双手交叠紧握，满脸幸福的许愿。就在这时，敲门声响起，我正要起身开门，赵恒把我按住坐下。我去开，门一开，就听林旭阳诧异中带着丝愤怒的声音传来：“你是谁？怎么会在我家？”团团生怕赵恒受欺负，连忙跑过去站在他面前：“这是赵叔叔，不许你欺负他。”林旭阳眼里闪过一丝受伤，却还是勉强地笑了笑：“爸爸没有欺负他，今天你过生日，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。”他提了提右手大包小包的零食，又晃了晃左手的蛋糕。团团不领情，把他使劲往外面推：“我不要你的东西，你快走！”赵恒拉住了他的手，蹲下身，摸了摸他的头：“团团，你之前怎么答应叔叔的？你是优雅的公主，公主可不会没有礼貌的。遇到不喜欢的人和事，是会有骑士来帮公主解决的。现在尊贵的公主殿下，您允许我这位骑士为你驱赶不速之客吗？”团团听懂了"驱赶"2个字，双眼亮晶晶的，猛地点头。赵恒让他先进去，掩上了门。不知他们谈了什么，半小时后，赵恒才回来。我有点纳闷，问他：“一般的心理医生不都主张要孩子和父亲修复关系吗？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？”他一把抱起团团：“因为我的团团公主值得更好的父亲。”下午赵恒要带我和团团去游乐园，我从房间里收拾了出来。等了半天，赵恒和团团却在小卧室半天没动静。我打算去喊一下他们，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赵恒询问团团的生日愿望是什么。我有点好奇，停住了脚步。可是听说出来了愿望就不会实现了。那你告诉叔叔，你的愿望和叔叔有没有关系？团团嗯了一声。那既然和叔叔有关，你说出来，叔叔就直接帮你实现了，不比佛祖快吗？团团觉得有道理，看了他一眼，在赵恒的眼神鼓励下，鼓起勇气道：“我的生日愿望是让赵叔叔你当我的爸爸。”我刚想推门呵斥团团，却见赵恒揉了揉团团的脸：“好啊，这个愿望叔叔一定帮你实现，不过你得帮叔叔做点事。”赵恒凑到团团耳边说起了悄悄话：“我在门外僵得连路都不会走了。赵恒向我求婚了。”就在晚上陪团团看完电影回家以后，团团在楼下闹着要去对面的商店买洋娃娃，怎么都不肯上去。赵恒便说他先将后备箱给团团买的东西提上去。我点点头，带着团团去商店里买洋娃娃去了。团团拿到洋娃娃后，却直接坐在了商店的椅子上开始摆弄，怎么也不肯回家。闹了20多分钟后，被我强制性抱了回去。一推开门，满是烛光，赵恒立在其中，手捧玫瑰。他眉眼温柔，唇角带笑：“亲爱的李女士，请问您愿意让我成为你和团团的骑士吗？”我愣在哪里，心里天人交战时，团团却一把抱住了赵恒：“爸爸，我愿意！”他喊道。我的眼睛好像被烛光晃住了，不然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流眼泪呢？我吸了吸鼻子，接过他手中的花，点点头。他弓下身子，将掌抚于胸前，像一位真正的骑士一样虔诚。“那请允许我为你献上骑士的承诺。”他将手翻转过来，一个小小的盒子里，一枚钻戒在烛光的折射下闪着温暖的光。我伸出了手，他为我戴上后，拥住了我。团团闭上眼睛，赵恒轻声道。我还没反应过来时，唇上一热，我瞪大了双眼。他轻笑一声，微微直起身：“你也要闭上眼睛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